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10个人类生存极限记录。第1名，从万米高空自由落体，还能正常走路。尽管人类在自然界相较于其他动物来说，我们的身体看似脆弱，我们无法与许多动物的力量和体魄相抗衡，但是人类的潜能是无穷无尽的，总会有让人惊叹的奇迹在某些人身上显现。他们创造了让我们震惊的生存记录，编织了一个个令人称奇的故事。今天就跟着阿军一同探索这些真实存在的人类奇迹。这个视频有点长，建议先收藏后慢慢观看。那么正片开始。人类的生存极限记录第10名，最长时间不吃饭记录。这位老哥居然长达382天没吃过东西。他名叫安格斯·巴比耶里，他在1965年，当时他的体重是207公斤。他因为肥胖被医生要求绝食减肥。在断食期间，安格斯只摄入了维生素和水，因为足够的维生素 B 可以帮助脂肪代谢，让你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可以让脂肪参与更多的功能。如果没有维生素，那么大概率是饿死了却还很胖。说回这位老哥，安格斯在1966年7月11日，经过382天的绝食，结束了他的绝食行动。当时他的体重已经降至82公斤。据传闻，他已经失去了对食物的欲望。安格斯在1990年9月7日去世，年仅51岁，尚未能找到他的死亡是跟绝食有关。不过这么年轻去世，想必也跟绝食脱不了关系。所以答应阿军，请记得按时吃饭。人类的生存极限记录第9名，最长时间不喝水记录。人类在没有水的情况下，平均最多只能生存3天。然而，真实的世界又一次打破了我们的认知。1979年，有一位名叫安德烈亚斯·米哈维茨的奥地利小哥，他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硬生活了18天。搞笑的是，这个惊人的生存记录是因为一场误会才发生的。安德烈亚斯作为一个无辜的乘客，因车祸被误押，然后成了3个警察乌龙事件的牺牲品。3位都以为是另外2位释放了他，结果这小哥在牢里蹲了整整18天。据说他是通过舔墙壁生存下来，打破了不喝水只能活3天的神话。人类的生存极限记录第8名，连续最长时间不睡觉记录。这位老哥名叫 Randy Gardner， 是那个连续不睡觉记录的保持者，整整熬了11天。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。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他的朋友们带着他狂飙，音响开到最大，玩弹球游戏，总而言之就是不让他睡觉。这其中可乐和冷热淋浴都是跟他抗不眠战斗的利器。但战斗过后，他的身体可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他的情绪变得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，记忆开始亮红灯，言语也开始模糊不清了。虽然他完成了挑战，但这过后他在医院睡了接近15个小时，还被一群专家围观。他们检查他的脑波、心率、体温等，就像再看一件活宝似的。人类的生存极限记录第7名，最长便秘时间记录。2017年，在上海第10人民医院，医生们接待了一位22岁的年轻男性。他因为长期便秘，腹部肿大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怀孕9个月的孕妇一样。虽然他一直依赖灌肠和便秘药物来帮助排便，但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太痛苦，所以他决定寻求医生的帮助进行手术。要彻底治愈这种疾病，就得移除他的大肠。所以在持续了3个小时的手术后，他们成功地从患者的腹部取出了一段长约76公分的肠子，肠子里充满了重达15公斤的排泄物。这种病症被称为先天性巨大结肠症，非常罕见，大约每5000个新生儿中才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案例。病因是部分结肠缺乏神经细胞，导致无法正常收缩和扩张，从而形成长期便秘的症状。根据考究，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长时间的便秘记录。你们最长便秘记录是多久呢？人类的生存极限记录第6名，人类最高体温存活记录。通常情况下，如果我们的体温超过40度，我们基本上会觉得非常不舒服，甚至如果体温超过42度，
可能会存在生命危险。然而，有一位名叫威廉·琼斯的人，他的体温却达到了46摄氏度，这个体温远远超过了一般人出现高热的水平。他的体温升高是因为热射病，他的体温如此之高，以至于被收录在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中，他因此得到了一笔奖金，并且这也是有记录以来在这个温度下存活并且没有永久后遗症的人。人类的生存极限记录第5名，忍受低温最长时间记录。通常来说，长时间的低温是很危险的，但总有些猛人喜欢挑战自我。这位波兰选手 Katarzyna Jakubowska，2023年12月30日在全身与冰接触的时间中以3小时6分45秒的时间创造了世界纪录。因为长时间的赤身泡在冰里，体温会急剧下降，体温降至35度时，会因血液从四肢分流而感到发冷和皮肤苍白；30度时会失去知觉；25度时会心脏停搏；24度时可能会死亡。所以这种挑战通常都会配备医护人员。之前的纪录保持者 Valerjan Romanowski 也是波兰选手，他的纪录是3小时28秒。我想说，是不是波兰的都特别抗冻啊？人类的生存极限纪录第4名，憋气时间最长纪录。通常人们大多数憋气时间在1分钟左右，经过训练可以达到3分钟，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就很危险了。然而，一位名叫亚历克斯·瑟古拉的人在2016年达到了24分3秒的纪录。能做到这一点，除了长期的训练外，其实也只是有技巧的。通常在下水前进行快速深呼吸，可以帮助延长憋气时间。不过最有趣的还是，如果你在下水前吸了一口纯氧，那么你憋气的时间几乎可以翻倍。人类的生存极限纪录第3名，承受最高的重力巨值。通常过山车的巨值在4G 左右，最高巨值记录为 6.3， 而飞行员驾驶战斗机的巨值最高在8到9左右，并且不能长时间维持，否则就会晕厥。然而这项记录目前最高是 46.2G， 记录是由漂亮国的一位上校在1954年12月在墨西哥创作的，他名叫保罗斯塔普，他试图计算出飞行员可以安全弹射的最大速度。根据报纸的报道，他达到了每小时1019公里的速度，在减速过程中，他承受了大约43个 G 的重力，相当于以每小时113公里的速度撞墙。他说他的眼睛差点脱落，他的眼睛开始出血，他大约10分钟都看不见东西。他的身体也长满了水泡，灰尘粒子撞击他的皮肤，穿过他的飞行服，形成了肿块。人类的生存极限纪录第2名，最大辐射量存活记录。在2战期间，大漂亮的曼哈顿计划开始研究和发展核武器。他们发现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，就得使用放射性材料对人体的影响。为了找出答案，他们进行了人体部注射实验。阿尔伯特·史蒂文斯就是这些实验参与者之一，他被称为加利福尼亚第一个被注射部的病人。然而他其实并没有病，他被选中是因为被误诊为了胃癌晚期，并且史蒂文斯不知道他被注射的是什么，也没有被询问是否同意接受部的注射。尽管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因曼哈顿计划对他的不处理而发生了改变，他居然仍然活了20多年。经过数据分析，他在生活中累积的辐射剂量超过了64希沃特，平均每年3希沃特。在他于1966年去世时，他的放射剂量已经远超过了当今美国对辐射工作者的年许可剂量 0.05 希沃特的100倍。此外，它的辐射剂量还远超过了大多数人会致命的剂量。史蒂文斯或许是历史上累积辐射剂量最大的人。这里阿军再科普一下，不其实是漂亮国在1945年8月6日投掷在日本长崎的原子弹胖子中的关键成分。人类的生存极限纪录第1名，10000米高空落体存活纪录。在1972年1月26日，南斯拉夫航空公司367航班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通往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，经过捷克斯洛伐克时，飞机发生爆炸，分成了3片。随着机舱的失压，乘客和其他机组人员被吸出飞机，坠落致死。只有这位空姐维斯纳幸存下来，
他的坠落高度达到了10160米。维斯纳的奇迹般的生存归因于他被一个食品车固定在机身的尾部，机身与飞机的其余部分分离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 Subska Kamenec 村附近的一片密林中向地面加速。机身以一个有利的角度在厚厚的雪地中撞地，这很可能是维斯纳生存下来的原因。另外，医生判断，由于他的低血压导致他在机舱施压时迅速失去知觉，这使得他的心脏在撞击时没有裂开。虽然维斯纳幸存下来，但他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都处于昏迷状态。他的头颅、2条腿、3个脊椎、骨盆都有骨折，几根肋骨也断了，并且腰部以下暂时瘫痪。令人惊叹的是，维斯纳在10个月后就能够再次走路。52年过去了，这仍然是在没有降落伞的情况下幸存的最高坠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看了这10项人类生存极限记录，哪一项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呢？期待你的神评论出现在屏幕下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击我的头像，里面有更多精彩视频等着你的批阅。让我们下期再见。